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来学习 HSK 4第8课的词汇。那第一个词汇呢是伤心。你们知道伤心的伤这个字呢，我们有一个词语叫受伤。那伤心呢，就是你的心受伤了，所以呢，它是一个形容词，表示你内心的一种感受。如果你的心受伤了，你是一种怎么样的感受呢？就是你心里非常的难过。那我们来看几个例子。我们可以说，他的爷爷去世了，他非常伤心。你怎么了？哭得这么伤心？这是一个令人伤心的故事。令人伤心的故事，令人伤心的电影，令人伤心的消息等等。那如果你想要表达非常非常伤心，我们有一个成语叫伤心欲绝。那伤心欲绝的欲呢，意思就是快要到了，绝呢就是死。所以伤心欲绝的意思呢，就是伤心的快要死了。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？就是伤心到极点。那你可以说，他听到儿子车祸去世的消息，伤心欲绝，伤心的快要死了。她的男朋友提出了分手，这让她伤心欲绝。下面一个词呢，下面一个字是使。那使这个字呢，其实非常的常用啊。我们常用的句型呢，就是什么东西使某人怎么样了。那我们来看几个例子。你可以说裁员的消息使他感到伤心。我再一次用到了伤心。那其实呢，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句子当中，我们可以把使替换成让。这个消息让他感到很伤心。那其实呢，就是使在这个用法里面呢，是可以和让互换使用的。再举个例子，他的行为使人感到厌恶，他的行为让人感到厌恶。是一样的意思。他说自己没能考上大学，很伤心。现在没有什么事情能使他高兴起来。现在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高兴起来。这个病毒使他失去了味觉。这个病毒让他失去了味觉。我有一些朋友，他们得了 COVID 之后呢，确实是失去了味觉，所以 COVID 这个病毒让我的朋友失去了味觉，或者使我的朋友失去了味觉。那我个人觉得呢，让我们在口语当中用的会比较多一些，然后使呢，在口语当中当然也可以用了，但是呢，更多的会使用在书面中。下一个词语放松。放松呢，既可以做动词，又可以做形容词。那在做动词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说，这个考试后，我要好好和同学们一起放松一下，去爬个山。放松一下。你也可以说，别紧张，放松一点。有的时候在医院医生做检查的时候呢，他可能会说放松，别紧张。然后呢，在 COVID 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去中国呢会有很多的限制，但是现在放松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那个 COVID 刚开始的时候呢，中国有很多的限制，比如说呢，你需要打疫苗才可以去，或者你需要一个健康码，在进入中国的时候需要一个健康码。还有呢，你需要在下飞机之后隔离14天，所以有非常多的限制。但是现在这些限制都没有了，
我们说放松了限制。当然呢，放松也可以做形容词，比如说我们可以说公司为员工提供了放松的氛围，在这里就是做形容词的。或者你还可以讲，在课文中我们有一句话，他说，小夏说好久没有这么放松了。下星期去意大利旅行，我们的行程安排得很放松。就是说呢，我们没有安排非常多的景点，就不需要在景点之间赶来赶去，就是整个行程呢是让人觉得放松的，所以我们可以说行程很放松。下一个词语回忆。回忆呢，就是想过去发生的事情。这个词呢，既可以做动词，又可以做名词。那在课文当中，小夏说他总是回忆那场足球比赛，在这儿就是做动词的回忆足球比赛。我再给你们几个例子。昨天晚上呢，我做了一个梦，很奇特。但是我回忆不起来细节了，就是我知道我做了一个梦，比较有意思，但是呢，我想不起来，我回忆不起来，里面到底是就是梦里到底是什么样的。你还可以说，我不想总回忆过去的事情。那人要向前看，不要总回忆过去的事情。你还可以说，比如说你问别人，你还能回忆起童年的事情吗？就是童年呢，就是小时候，童年的事情就是小时候发生的事情。那回忆呢，也可以做名词，你可以讲，在中国学习中文的经历是非常美好的回忆，或者他沉浸在他的回忆中。刚才呢，我跟大家解释，回忆就是去想过去发生的事情。那下一个我想要给大家多一些例子的这个词语呢，就是发生。比如你可以说，这件事发生在我8岁的时候。这个车祸发生在下班高峰。高峰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们都知道高峰就是很高的山峰，那么高峰也可以用于比喻事情发展到一个顶点。那下班高峰呢，指的就是很多人就是都在这个点最高的这个点下班了，那么就是意思人是非常非常多的。我们经常说上班高峰、下班高峰这样子。那车祸呢，发生在下班高峰，就是很多人下班的时候。发生，再给大家一个例子，就是说，可能是年纪大了，经常回忆年轻时候发生的事情。下一个词语只要。只要呢是一个连词，非常非常的有用。那一般呢我们会和就一起连用，就是只要什么什么就什么什么。那只要的后面呢，我们一般会跟一个条件，那只要满足这个条件，你就可以做什么事情，或者你就可以达成一个什么目标。那我们来举个例子，我经常说，只要你经常看我的视频，你的中文水平就一定可以提高。只要就
那在这句话当中呢，你的目标，你的小目标就是要提高你的汉语。那有一个条件是什么条件呢？就是你要经常看我的视频。所以只要后面呢是一个条件，你要经常看我的视频，你就可以提高中文水平。我们再举个例子，只要明天不下雨，我们就去公园。那去公园呢是你要做的这样一件事情，但是呢你要做这件事情需要满足一个条件，什么条件呢？就是明天不下雨。在中国呢有一个谚语叫什么？叫只要功夫深，铁棒磨成针。那只要功夫深，功夫深的意思呢，就是你愿意花很多的功夫、很多的精力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，就会怎么样？就可以把铁棒磨成针。铁棒呢，就是粗的，就是比较粗的那种。棒子是铁的材质的。那针呢，大家都知道，我们用来缝衣服的针，是非常细的。铁棒能够磨成针呢，其实是要花非常大的功夫的。所以呢，只要功夫深，铁棒磨成针，这样一个谚语的意思就是只要你花足够的努力，足够的功夫，再难的事情都是可以成功的。下一个词语，缺少。缺少呢，就是什么东西不够、不充足。我们来看几个例子。你可以说，他刚大学毕业，刚开始工作，缺少经验。或者这家公司因为缺少资金而关闭了。他因为缺少睡眠，看起来很疲惫，看起来很累，疲惫就是累的意思。生活中从不缺少美，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。就是生活当中到处都是美，只要你愿意去发现。下一个呢是到处。到处它是一个副词啊，那到处里面的那个处呢，其实就是地方。到处的意思就是每一个地方，各个地方。我们来看几个例子。你可以说，国庆节的时候到处人山人海。意思呢，就是在国庆节的时候，因为大家都放假了，所以呢，各个地方都有很多很多人。在这儿呢，有一个成语叫人山人海。人山人海呢，就是用来形容人非常的多，就是聚集的人非常的多。那就多成什么样呢？就是像群山，像大海这样的多，这样的就是密密麻麻的那个意思。然后呢，中国人还因为这个成语呢，自己造出了一个英文的表达，叫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。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听说过，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贴切的。然后再举一个例子，我到处找我的钥匙都没有找到，就是我找了每一个地方，但是都没有找到我的钥匙。这里到处都是蚊子。当然了，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，就是在这个地方每个角落都有蚊子，意思呢就是蚊子非常的多。或者就是如果有朋友呢来到你的城市来看你，你可以这么跟你的朋友说，
啊，这是你第一次来这个城市，我陪你到处看看，就是到每个地方都去参观一下，都去看一下。下一个词语态度，那态度呢，它其实有2种常用的意思。第一种意思呢，就是课文里说的 attitude。那 attitude 就是课文里面有一个句子呢，它叫生活的态度是自己的选择。那态度在这里的意思呢，就是我们对人或者是对事情的一种看法，以及你做出的相应的行为。那生活的态度呢，其实就是说你对生活的看法，并且你在生活当中相应的你做了什么事情。那有些人可能觉得钱很重要，他可能就会拼命的赚钱。那有些人对生活的看法呢，就是说我要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啊。那这些人呢，可能就会到处旅行、学习语言等等等等。那同样的意思，就 attitude 这样的一个意思呢，我再给你们几个句子。比如说你可以说，你应该改改你懒散的学习态度，不然你很难考上大学。懒散的学习态度，那就表示这个人对学习的看法是什么呢？就是他觉得学习并没有那么重要，所以他非常的懒，就是不好好学习。你还可以说他工作态度认真，但是缺少经验。工作态度，他对工作是非常的，就对工作的看法是觉得工作是很重要的，但是呢，缺少经验，我又用到了缺少这个词。然后你还可以讲，生活中总有很多不如意，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来面对。积极的态度，那相反的，我们可以说消极的态度。比如说我们说他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很消极啊，或者他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很积极。那态度的第二个常用用法呢，就是表示一个人的一个神情或者他的一个行为，就是比较难解释。我给你们2个例句，你们体会一下。我可以说这个服务员的态度很差。就是你去餐厅吃饭，服务员呢一般都是会比较有礼貌，然后比较热情。但是如果你说这个服务员的态度很差，意思呢就是说，他不是那么的礼貌，或者他表现的就是表现的不礼貌，表现的比较的生硬这样子。再举个例子，你可以说今天他的态度很奇怪。那有可能呢，你认识的他，应该是比较开朗的，然后见到你呢是会开开心心的打招呼的。但是今天你看见他的时候呢，可能他的神情比较的冷淡，也没有跟你打招呼，所以你就可以说今天他的态度有点奇怪。好，下一个词语因此。因此的此呢，意思就是这个 OK， 然后呢，因此的意思就是因为这个事情，因为这个原因他怎么样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例句。他最近一直在打游戏，因此学习成绩下降了。因为这个原因，他的学习成绩下降了。什么原因呢？就是他最近经常玩游戏。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句。这家工厂安装了新的生产线，因此产量大大提高。这是一个秘密，因此不能告诉你。因为这是一个秘密，所以不能告诉你。那我们可以发现上面的3个例句呢，其实我们都可以用所以来替代因此。
因此和所以呢，就是意思是非常接近的。我们可以说，在某些时候，它们的意思是一样的，但是呢，也会有一点区别。其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呢，就是如果你在句子当中用了因为，那你就必须要用所以。所以因为和所以呢，这两个词语是可以搭配在一起的，但是因为和因此呢是不能用在同一个句子当中的。我们来看一个例句吧，就比如说刚才我说他最近一直在打游戏，因此学习成绩下降了。那在这儿你可以把它换成所以，他最近经常打游戏，所以他的学习成绩下降了。但是如果你在句子的开头加了因为，那你就只能用所以，因为他最近经常打游戏，所以他的学习成绩下降了。在这里你就不能用因此了。还有一个区别呢，就是因此我们可以放在句子的中间，不一定是要在句子的开头，但是所以呢，我们必须放在句子的开头。举个例子吧，他在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错误，他因此离开了公司。那在这儿我们把因此放在它的后面呢，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用所以来代替了，但是你可以说所以他离开了公司，因为他犯了严重的错误，所以他离开了公司。你看所以要放在句子的开头。好，我们来说下一个词语往往。往往呢，就是在某种情况下某件事情经常出现。那它和常常这个词语有什么区别呢？那常常呢，我们是表示某件事情多次发生，频率非常的高。比如我们可以说他常常迟到。那往往呢，刚才我解释的时候我说在某种情况下，那它表示的呢是在某种情况下的一种倾向。然后我觉得呢跟英语当中 tend to比较的接近，不是完全一样，但是比较的接近。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吧，我们用例子来解释。我刚才说他常常迟到，但是如果我把这个句子当中的常常换成往往，我说他往往迟到，这个句子呢就比较的怪，好像少了一点什么东西。我们可以加一个情况，就某种情况下，就是比如说我说每当下雨的时候他往往迟到，那意思就是说下雨天的时候呢，他就会大概率的迟到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解释往往呢，就经常是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面，事物的一种倾向，事情的一种倾向。我们再看两个例子吧。比如说我说过年的时候上海往往比较安静。那你们都知道上海人很多，常常非常的吵闹，但是在过年的时候这样一个特定的情况下面呢，往往很安静，就是会倾向于安静，在过年的时候倾向于安静。为什么？因为过年的时候呢，很多外地人都回家过年了，就是你会发现马路上突然少了很多人。再看一个例句，有钱人往往比较迷信。在这儿呢，也是表示一种倾向，就是有钱的人呢就会倾向于迷信。然后私立学校往往比较贵，那就是如果你去读私立学校的话呢，价格就会倾向于比较高。下雨天往往不太好打车，那这儿呢又有一个特定的
情况就是在下雨天的时候，比较难叫到出租车，就是往往比较难打车。打车呢，就是叫出租车，坐出租车的意思。我们再来看2个常常的例句。那常常呢，只是用来表示发生的频率高。比如说，我说我常常运动。或者我常常和他见面。那在这2个句子当中呢，我们都不可以用往往，因为它没有一个特定的情况。还有一个区别呢，是在否定式。那常常当我们要加否定式的时候呢，我们把它加在常常的前面，我们说不常常。但是往往呢，我们加在后面，我们说往往没有，往往不。比如说我说我和他不常常见面，我不常常运动。那往往举个例子，我们说私立学校往往不便宜。看不就是放在往往的后面，其实不呢是用来否定便宜的。好了，今天第8课的词汇就跟大家讲解到这儿了。希望我里面的例句呢对你们理解这个词语有帮助。非常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